漆黑的太空中，歌者唱着古老的童謠，漫不经心地甩出了一塊二向箔。下一个镜頭，从海王星到木星、水星、金星、地球、太陽和月亮，一切的一切都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壓成扁扁的薄片，逐漸變得透明，化為虛無，沒有任何生命可以逃脫。8天後，整個太陽系在一片寂靜中消失，仿佛從來都沒有存在過。這就是劉慈欣小說《三體》中最令人震撼的篇章，地球人類最終的滅亡。大家想不想知道，在真實的世界中，這樣的事情有沒有發生過？說到這裡，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沒有在某個深夜仰望月亮的時候，忽然感覺那輪明月不只是一塊冰冷的石頭？有沒有一瞬間覺得它像是在注視着你，像是一個老朋友的眼睛？很多人都有過這種感覺，卻說不出原因。有人說那是思鄉，有人說那是孤獨，有人說那只是人類給自然物體賦予感情的心理投射。但如果我告訴你，也許你對月亮的那份莫名的情感不是投射，而是記憶呢？1億年前的記憶。今天我們就來聊一個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月亮、對地球、對人類文明起源所有認知的話題。有幾位修煉人聲稱，他們的前世記憶中清清楚楚地記得，大約1億年前，在我們這個地球的軌道位置上，曾經存在着另一個高度發達的地球文明。那個文明發達到什麼程度呢？就連我們每天抬頭看到的月亮，都是他們親手建造出來的巨型人造天體。他們不但記得月球是怎麼造的，還記得上一個地球是怎麼毀滅的，以及最後那場驚心動魄的方舟大逃亡和漫長的宇宙漂泊之旅。聽起來像天方夜譚，別急，讓我們先從科學的角度仔仔細細看看月亮究竟有多少解釋不了的詭異之處。看完之後，你再回頭想想，這些修煉人說的話，也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第一個詭異之處是月亮的尺寸和位置。你有沒有想過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在地球上看月亮和太陽，它們的大小幾乎一模一樣？太陽的真實直徑大約是月球的400倍，是個龐然大物。但太陽到地球的距離也恰好是月球到地球距離的大約400倍，這兩個400倍完美的互相抵消了，所以月亮和太陽在我們眼中看起來大小相同。這個巧合的直接結果就是，我們在地球上能看到一種極其罕見的天文奇觀——完美日食。日全食發生時，月亮剛好把太陽整個遮住，不多不少，周圍還能露出一圈白色的日冕光芒。科學家說，這種完美日食在整個太陽系裡絕無僅有。木星那麼多衛星看不到完美日食，土星那麼多衛星也看不到完美日食。在所有已知的行星衛星系統中，沒有任何一個組合能像地球和月球這樣精確地製造出完美日食。只有地球，偏偏就是地球。兩個獨立參數同時精確到這種程度的概率有多低？天文學家算過，低到讓人很難接受。這只是偶然，如果不是偶然，就只剩一種可能，有某種智慧精心計算了月球的大小和距離，然後把它放到了這個精確的位置上。第二個詭異之處是月球的自轉，月亮永遠只有一面朝着地球，你這輩子看到的月亮永遠是同一張臉。為什麼？因為月球的自轉週期和它繞地球公轉的週期精確一致，都是大約27.3天。科學界用潮汐鎖定來解釋，說地球引力把月球鎖住了，聽起來合理，但細想就有疑問。太陽系有那麼多衛星，大部分都沒有被完美潮汐鎖定，偏偏月球被鎖得如此精確，而且月球繞地球的軌道近乎完美圓形。在自然界中，天然衛星的軌道通常多少會有些橢圓，有一定的偏心率，只有人造衛星的軌道才會被刻意設計成圓形，因為圓形軌道最穩定最可控。如果月球就是人造的呢？設計者讓它正面永遠朝向地球，以最大效率反射太陽光照明，讓它在圓形軌道上運行，以保持穩定照明距離，那一切就完美說得通了。另外，月球的大小相對於地球來說也很怪，月球直徑3467公里，是地球直徑12756公里的 27%。在太陽系中，沒有哪顆衛星和它的主星的比例大到這種程度。木星的衛星們跟木星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土星的衛星也一樣。月球大得太不正常了，
大到一些天文學家直接把地月系統稱為雙行星，而不是行星和衛星的關係。一顆衛星怎麼會大到這種程度？除非它根本就不是自然形成的。第三個詭異之處是月震實驗，這個實驗的結果可以說是最直接、最駭人的證據。1969年，阿波羅12號的太空人完成月球任務後，在離開月球前，先在月面安裝了精密的地震儀，然後他們把登月艙的上升段丟回月球表面，制造人工月震。結果地震儀記錄到了一個驚人現象，月球像一口巨大的銅鐘一樣嗡嗡震動，而且這個震動持續了超過55分鐘才慢慢消停。55分鐘，你用錘子敲一塊實心的石頭或鐵球，震動最多持續幾秒鐘，可月球響了55分鐘，這就像敲了一口大鐘。什麼東西被敲了會像鐘一樣響？空心的東西。後來阿波羅13號的一節15噸重的火箭殘骸撞上月球，產生的震動更是持續了整整3個小時。3個小時，設置在72公里外的月震儀都能清楚測到。這些儀器極其靈敏，連太空人走路的腳步都能測到。可測出來的結果卻是，月球像個空心的金屬球在嗡嗡作響。科學家進一步分析月震數據後，又發現了更驚人的事。當一個實心物體遭受撞擊時，會產生2種波，縱波和表面波。縱波是穿透波，能穿過物體中心，從一邊傳到另一邊。表面波只在物體前表傳遞。如果物體是空心的呢？因為中間是空的，縱波無法穿透，只能測到表面波。月球的月震儀經過長期記錄，結果全部都是表面波，從來沒有記錄到縱波。這在物理學上只有一個解釋，月球是空心的。第4個詭異之處是密度矛盾。阿波羅任務帶回的月球表面岩石密度為每立方厘米 3.3 到 3.5 克，比地球玄武岩的密度還高。可是月球的整體平均密度卻只有地球的 60%， 表面的石頭又重又硬，可整個球體算下來卻很輕。這不就是一個典型的空心結構嗎？外殼堅硬沉重，裡面是空的，所以整体密度就被拉低了，就像一個鐵皮罐頭，外殼很重，但整體平均密度不高，因為裡面是空的。第5個詭異之處是月球上的金屬之謎。太空人帶回來的380公斤月球土壤樣品中，竟然發現了純鐵和純鈦。注意，純這個字在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純鐵礦和纯鈦礦，純金屬只能通過人工冶煉獲得。月球上怎麼會有冶煉過的金屬？是誰？在什麼時候煉的？太空人還發現月球表面暗影區域的地表堅硬的鑽頭，打不進去，分析成分後才知道那裡大部分是鈦金屬。鈦是建造太空船和戰鬥機用的超硬金屬。月球陨石坑的熔岩中還含有大量鉻、乙等地球上極其稀有的金屬元素，全都坚硬、耐高溫、抗腐蚀。融化這些元素至少需要攝氏2-3千度，可月球是顆冷死星，至少30億年沒有火山活動，這些高溫金屬從何而來？唯一的解釋：人工冶煉。第6個詭異之處是隕石坑深度的一致性。月球表面布滿隕石坑，存在了數十億年。按理說，不同大小的隕石砸出的坑深度應該不同，越大的隕石砸出越深的坑。可月球的隕石坑深度卻驚人的一致，最深不超過幾公里，仿佛在表面以下幾公里處有一層堅不可摧的東西擋住了一切穿透。那是什麼？如果月球外殼是幾公里厚的金屬保護殼，隕石再大也只能在外殼表面砸出坑，無法穿透，那深度自然就差不多了。第7个詭異之處是月球表面的格子狀裂隙。科學家發現月球表面的斷裂和裂隙呈東北到西南和西北到東南2個方向交叉走向，形成規則的格子狀紋路，遍布整個月球。天然星球不可能出現這種有方向性的規則格子，但如果月球外殼是用規格相同的金屬板焊接組裝的呢？焊縫的物理特性和金屬板本身不同，經過億萬年的熱脹冷縮和宇宙塵埃覆蓋，焊縫部位自然會先出現裂隙，形成規則的網格圖案，就像一個足球的皮片縫合線，用久了縫合處會先開裂。第8個詭異之處是月球岩石的年齡。太空人帶回的月岩中 99% 的年齡超過地球上 90% 最古老的岩石。阿姆斯撞在月面隨手撿起的一塊石頭就有36億年歷史，其他樣本43億年到46億年不等。
跟太陽系形成時間差不多，甚至更古老。如果月球是從地球分裂出去的，它的岩石不應該比地球還老，除非月球是用更古老的宇宙材料建造出来的。面对这一连串的異常，前蘇聯天體物理學家瓦西里和謝爾巴科夫在上世紀70年代大膽撰文宣布，月球是空心的，在它的表層下存在一個極為先進的文明世界。月球可能是外星文明建造的太空站。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羅德·尤里也指出，月球密度低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它是空心的。另一位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卡爾·薩根雖然不認同空心說，但他也坦誠，天然衛星不可能是空心的。言外之意，如果月球被證明是空心的，那它就不是天然的。除了以上這些硬核的科學疑點之外，還有一些更加匪夷所思的現象值得一提。你知道嗎？月球上有一些地區會在夜間發出奇怪的光芒，天文學家稱之為月球瞬變現象。從幾百年前開始，就有天文愛好者在觀測中發現月球表面偶爾會出現閃光或者模糊的光斑。現代天文台也多次記錄到這種現象。如果月球只是一塊死寂的石頭，怎麼會自己發光？有人猜測是隕石撞擊或者氣體噴發，但這些解釋都不夠完美。如果月球內部真的有動力設備，這些偶爾閃現的光芒會不會是某種設備運作的痕跡？更有意思的是，人類古老文明中對月亮的記載，你注意到了嗎？幾乎所有古老文明的神話中都有月亮的故事，但有些古老的記載卻暗示月亮並非自古就有。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曾經提到，佩拉斯吉人聲稱他們出現在地球上的時候，天空中還沒有月亮。祖魯族的傳說中也提到過沒有月亮的時代。西藏的古老經文更是明確記載，在利莫里亞大陸消失之前，天空中並沒有月亮。也就是說，月亮是在某個時間點忽然出現在地球天空中的。如果月亮真的是天然衛星，跟地球一起形成於46億年前，怎麼會有月亮以前不存在的古老記載？除非月亮確實是在某個時間點被放上去的。再來看一個令人驚嘆的數學巧合。月球以每小時大約 16.56 公里的速度自轉，同時也在繞着地球公轉。自轉一周的時間正好等於公轉一周的時間。這種精確同步不是什麼高深的數學問題，而是一個工程設計問題。你想讓一顆衛星永遠用同一面對着行星，就必須把它的自轉速度和公轉速度設計成完全一致。這在人造衛星的設計中是基本操作。另外，有學者注意到，月球維持在軌道上所需的速度和它實際的運行速度精確匹配。在100英里的高度上，一個物體需要以時速大約 1.8 萬英里的速度繞行，才能維持在軌道上不掉下來。月球能穩定待在它的軌道上，說明一定有某種力量或某種精確的初始條件，把它的速度和軌道高度設定得剛剛好。天然形成的概率，科學家說太低了。好了，科學的部分我們先到這裡。現在讓我們進入今天真正的主角，那些修煉人的前世記憶。他們說，大約1億年前，地球軌道上存在着另一個地球。那個地球有山川河流，有海洋陸地，有豐富的動植物和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大陸海洋的分布跟現在不同，不是7大洲5大洋的格局。那時的地球種族繁多，海裡住人，陸地上也住人。人們說各種語言，但全世界通行一種象形文字，以形會意，不是拼音文字。他們極其重視環保，所有物質可以循環利用。建築用玻璃、石頭、木材、金屬等天然材料就地取材，完全可回收。大城市裡摩天大樓林立，天空中飛行的是能搭載上千人的大型飛船，可在太陽系各行星間自由航行。他們甚至能讓整座城市升空飛行，像现實版的天空之城。這麼發達的科技從何而來？答案在於信仰。那時地球上的人大致分為2半，一半有信仰，大部分修佛法，修煉者開智開慧，打通天幕，練出各種神通，能在不同空間穿梭。更厲害的是，他們能從更高層空間的文明中學習超越時代的科學技術，帶回地球應用。所以他們的科技遠遠超出我們現在的想象。另一半人是唯物論者，只信眼睛看得見的東西。這裡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從高層空間學習科技。修煉人的世界觀認為，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並不是唯一的空間，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還有很多不同層次的空間同時存在，每個空間都有不同的生命形態和文明。修煉到一定程度的人能夠突破空間壁障，感知到更高层空間的信息。那些更高层的文明掌握着遠超我们認知的科學原理，修煉者可以把這些原理帶回來，轉化成我們這個空間能用的技術。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跨維度的知識傳輸，聽起來很科幻。可如果你想想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發明家，比如尼古拉·特斯拉，他自己就說過，很多發明的靈感不是通過邏輯推導得來的，而是在某種冥想狀態中忽然看到了完整的設計圖。也許這就是類似的現象。那個時代的地球沒有月亮，夜晚漆黑一片。修煉者中的科學家於是提出了一個宏大的構想，建造一顆人造衛星放入太空軌道，利用太陽光反射為地球照明，不用發電，不造污染，一次照亮整個黑暗面。這就是造月工程。怎麼造的？首先在地球上大量開採金屬礦物冶煉後，建構月球的基礎骨架。這個骨架採用碳60分子的結構，12個5邊形和20個6邊形組成的32面體，看起來像一顆足球。這種結構極其穩定，被科學界稱為完美結構。碳60分子1985年才被發現，發現者因此獲得1996年諾貝爾化學獎。可在修煉人的記憶中，1億年前的人類早已用這種結構來建造月球了。骨架建好後，用念力升空，修煉者們集體打坐練功，讓心念極度純淨，用純淨念力放大特殊水晶礦石的能量驅動機械裝置。在他們的文明中，意念驅動是基本技術。骨架進入軌道後，開始太空組裝，鷹架架在月球外部，飛艇在地月間穿梭運送物資，工程人員穿太空裝日夜施工。建造順序由內而外，先建核心，放入精密齒輪、機械和動力設備，用超高密度能源驅動，壽命超過1億年。核心到外殼之間除骨架外基本空心，最外層是幾公里厚的金屬板焊接保護殼，正面設計為拋光面反射太陽光，背面安裝控制設備，自轉和公轉周期被精確同步，確保正面永遠朝向地球。工程歷時數年，在這幾年裡，造月工程成了全世界最受關注的事件，每天都有新聞報道工程的進展。今天骨架完成了多少？明天核心又安裝了哪些設備？修煉者的孩子們在學校裡畫月亮的圖畫，想象未來的夜空會有多美。詩人們開始提前創作讚美月亮的詩歌，就連唯物論者陣營中也有不少人對這項工程心懷敬佩，畢竟照亮夜晚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完工那天全球慶祝，那是一個黃昏，太陽剛剛落下地平線，天空還殘留着最後一抹餘暉。然後在所有人的注視中，月亮第一次在夜空中亮了起来。那不是像星星那樣微弱的閃爍，而是一種溫柔而明亮的銀白色光芒，把整個夜空都照亮了。地上的山川河流在月光下閃着銀色的光澤，人們的臉上映着月亮的光輝，又驚又喜，有人歡呼，有人落淚，有人雙手合十，朝天空默默感恩。從這一天起，地球再也不會有完全漆黑的夜晚了。參與造月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全世界最受敬仰的人，他們的名字被刻在最莊嚴的紀念碑上，世世代代被人們傳頌。桃園機場第2航廈有個球形雕塑，金色外殼布滿碳60結構花紋，核心和外殼間是空心的。一位修煉人說，這跟他記憶中的月球模型幾乎一樣。設計師也許是前世的造月夥伴，潛意識中殘留的記憶讓他不自覺地再現了那個形象。月亮造好了，可真正驚心動魄的故事才開始。兩大陣營的矛盾不斷加深，唯物論者因為不信神，所以沒有更高力量在約束他們。外星人趁虛而入，這些外星人曾生活在地球上，因科技發達卻不重道德，被驅逐出去，一直覬覦重返。唯物論者眼見為實的心態正好被利用，外星人化身偽神，在他們面前展現肉身、發光等所謂神蹟。唯物論者馬上信服聽從，外星人甚至直接入侵他們的大腦意識，遙控操縱。被操控後，唯物論者瘋狂發展石化工業，生產塑膠，破壞環境。更可怕的是發展核武器，失去信仰約束後慾望失控，對金錢權力的追逐毫無底線，道德全面崩潰。修煉者和唯物論者形成兩大對立陣營，
戰爭一觸即發。你可能會問，修煉者為什麼不用神通來對抗唯物論者？為什麼不用超自然的力量把外星人趕走？修煉人的解釋是，修煉者有修煉者的規矩，佛法修煉講究的是慈悲和不殺生，不能用神通去傷害人，更不能用來爭鬥。即便面對威脅，他們也只能選擇忍耐或者離開，而不能以暴制暴。這就像一個武功極高的和尚，他有能力打倒所有敵人，但他的信仰不允許他這麼做。所以修煉者的力量虽然強大，但他們在這場衝突中始終處於被動，他們能做的最多就是防禦和自保，以及在最壞的情況到來之前準備好撤離的方案。而唯物論者那邊卻沒有這樣的約束，在外星人的慫恿下，他們把軍事力量發展到了極致，各種新型武器层出不窮，有的能摧毀整座城市，有的能讓人瞬間喪失意識。他們甚至開始用科技手段監控和追蹤修煉者，讓修煉者越來越無處藏身，整個地球的氛圍越來越压抑，就像暴風雨前最後的寧靜。修煉人小 A 的父母都是頂級科學家，在最高研究中心工作，他們最重大的發明是强子彈，一種能瞬间毀滅整個地球的超級武器，是最高機密。消息不幸走漏，唯物論者瘋狂追捕他們一家，小 A 被寄養到不信佛法的親戚家，裝啞巴度日，父母為保護他不得不分開。小 A 從小跟父母修煉，有不少神通，但父母嚴厲囑咐他，絕不能在人前使用，以免暴露身份。在親戚家的日子並不好過，親戚一家是唯物論者，對修煉者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敌意，他們把小 A 當作負擔，態度冷漠甚至粗暴。小 A 每天裝作又聾又啞，忍受着冷眼和轻視。有時候他會偷偷在夜深人靜時盘腿打坐，在冥想中感受父母的存在。虽然身隔千里，但在修煉的境界中，他有時能感应到父母的心念，知道他们還平安，這是支撐他活下去的唯一力量。有一次，唯物論者的搜查隊到了親戚家附近，挨家挨戶的盤查，小 A 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把自己縮在角落裡一動不動。搜查人員進了門，看到角落裡蹲着一個又瘦又小的孩子，眼神呆滯，問他話也不回答。親戚解釋說，這是個天生的啞巴，什麼都不懂。搜查人員不耐煩地揮了揮手就走了。那一刻，小 A 感覺自己的心臟幾乎要從胸口跳出來。在外星人的扶持下，唯物論者勢力越來越大，到處發動戰爭，地球烏煙瘴氣，民不聊生。信佛法的國家開始秘密建造太空方舟，一艘擁有完整獨立生態圈的巨型飛船，光線系統、空氣循環、水源、農田、果園應有盡有，能讓上萬人在太空中無限期生存。方舟不只是逃命工具，它承載文明延續的使命。船上保存所有物種的基因樣本，以及重建新地球所需的一切。最後那天來得猝不及防，唯物論者用核武器對全球所有佛法國家同時發動突襲，轉眼間平靜的地球變成燃燒的火球，死亡和痛苦像從天而降的羅網，萬物無一幸免。愛好和平的修煉者向來對武器興趣不大，這場突襲中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唯一的選擇是離開。小 A 回憶起那一天的情景時說，天空忽然變成了血紅色，遠處的城市在爆炸中化為灰燼，衝擊波像一堵看不見的牆壓過來，所到之處一切化為齑粉。他被衝擊波掀翻在地，耳朵裡只有尖銳的嗡鳴聲。等他艱難地爬起來時，眼前的世界已經面目全非。那些美麗的摩天大樓、繁忙的飛船航道、充滿生機的街道和花園全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火焰、廢墟和遮天蔽日的煙塵。小 A 的父母在最後關頭找到他，帶他衝進秘密基地，眼前是令人窒息的巨型方舟。父母各取下一枚戒指交給他，合在一起就是飛船的鑰匙。艙門打開，裡面擠滿了逃難的修煉者，上萬人。飛船內除駕駛艙外，大部分是起居空間。一間特殊房間保存着各種生物基因樣本，另一個金屬箱裡是强子彈。小 A 困惑了，逃命带這東西幹嘛？父母說，找到有冰的星系，引爆強子彈，新地球就會誕生，把基因撒入江河湖海，新生命就會繁衍。你帶人們離開，找到新家園。為什麼是他？父母呢？我們得留下來抵擋。永別了，孩子。
他們是追捕的頭號目標，留在船上會讓所有人陪葬。為了人類的未來，他們選擇犧牲。父母離開飛船，在外面全力阻擋追兵。小 A 站在原地，腦子一片空白，但他知道沒有時間了。他忍住悲痛走進駕駛室，把2張特殊貼片貼在額頭兩側，盤腿坐下，用意念發出啟動指令。飛船緩緩升空，載着人類最後的火種，穿過燃燒的大氣層飛向太空。剛進入太空，驚天一幕出現，宇宙中的眾神出手了。地球已滿目瘡痍，人心淪喪，不能再留。一道金光擊中地球，隨之是超越想象的大爆炸，光線強烈到讓人睜不開眼。再睜眼時，眼前空空蕩蕩，什麼都沒有。地球消失了，沒有殘骸，沒有塵埃，沒有痕跡，只有無邊的寂靜和空虛，仿佛这顆星球從來都沒有存在過。他們成了太空中的孤兒，方舟開始了漫長的宇宙漂泊。這段漂泊到底持續了多久？修煉人的記憶中沒有給出精確的時間，可能是幾百年，也可能是幾千年。在太空中，時間的概念變得模糊，日出日落不再存在，只有飛船內部人工模擬的昼夜交替節律。小 A 帶着飛船在浩瀚星海中尋找有冰的星系。為什麼要找有冰的？因為冰意味着水，水是生命的基礎。強子彈的威力能在瞬間把冰態物質轉化為能量，再重新凝聚成行星。而水分子的存在是新地球孕育生命的前提條件。沒有水的星系，即便制造出了行星，也只會是一顆死星。在漂泊的歲月裡，他們也探訪過許多不同生命居住的星球。有的星球上的生命形態跟人類完全不同，有的甚至讓人無法辨認，那到底算不算生命？宇宙的浩瀚和多樣遠遠超出了他們在地球時的想象。有些星球上的文明对他們很友好，願意提供物資補給，有些則充滿敵意，不歡迎外來者。方舟就這樣小心翼翼地在星際間穿行，像一條在大海中尋找陸地的船。飛船的獨立生態系統設計得非常精妙，農田種出的糧食足以養活所有人，果園提供新鮮水果，空氣和水在封閉系統中循環再生。船上的人過着簡單但安定的日子，日出時工作，日落時休息，閒暇時修煉打坐。有人在飛船裡結婚生子，新生的嬰兒在太空中哇哇大哭，從未見過真正的天空和大地。他們聽着父母講述地球的故事長大，對那個遙遠的故鄉充滿了向往和想象。可是一直住在駕駛艙裡的船長小 A 卻越來越孤獨和疲憊。他要同時應對2件事，一是尋找目標星系，二是對抗外星人的追擊。更糟的是，外星人不知從哪得到消息，知道方舟上有强子彈和物种基因，開始窮追不捨。小 A 用高科技粒子轉化技術全速飛馳，卻始終甩不掉追擊。為了保護飛船，他不得不長期大量使用神通，但神通是有代價的，過度使用會消耗自身的能量和生命力。時間一天天過去，船上的人過着平凡安定的日子，慢慢習慣了這種流浪生涯。有人在飛船裡結婚生子，新的生命在太空中誕生成長。他們從未見過地球的模樣，可是一直住在駕駛艙裡的船長小 A 卻越來越疲憊。長年累月的對抗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身心已到達極限。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找到那個有冰的星系。轉機在最絕望的時刻降臨了。一天，小 A 實在太累，在疲倦中沉沉睡去。夢中，一位金光燦爛、無比偉大的巨佛出現在他面前。巨佛慈悲地看着他說：“從今以後你不用再找了，宇宙將要正法，地球已經重組，萬物即將重生。現在你跟隨我下世轉生，你的方舟众神會來守護。”小 A 心中湧起難以言表的激動，他緊緊跟着巨佛離開了。走了不知多久，巨佛停下腳步說：“到了。”小 A 一愣，眼前什麼都沒有，只有茫茫的宇宙虛空。可奇怪的是，他感覺這個地方莫名熟悉，心裡忽然明白了，這裡就是曾經的故鄉，地球的位置。接下來的一幕讓他永生難忘。宇宙中的众神慢慢聚攏到地球原來的軌道上，然後就在一瞬間，快到他來不及眨一下眼睛，新的地球就誕生了。一顆湛藍的星球在眼前緩慢轉動，海洋和陸地清晰可見，
白雲朵朵飄在天空中，美得像是用彩筆畫出來的風景。小 A 跪倒在巨佛面前，淚流滿面。1億年的記憶，萬里的漂泊，失去父母的痛苦，肩負文明的重擔，所有的一切在這一刻化為了滾滾熱淚。他想起父母最後離開飛船時的背影，想起他們說永別了孩子時的聲音，想起在漫長太空旅途中無數個獨自面對星空的夜晚，所有的苦難都值得了，因為故鄉回來了。然後他醒了，雖然只是一個夢，但小 A 心中充滿了確信。他相信夢裡的一切都是真的，佛法無邊，眾神再造地球，他們不用再流浪了。他毫不猶豫地改變飛船航向，把坐標設定為地球方向，踏上了回家的路。不久之後，一顆閃著藍光的星球出現在前方。那一刻，飛船裡所有人都安靜了，安靜了很久很久。然後有人開始輕聲啜泣，接着更多人流下了眼淚。那些在船上出生從未見過真正星球的孩子們，第一次看到父母描述了無數遍的那顆藍色家園，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原來地球真的這麼美。小 A 打開廣播，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帶着歲月的疲憊和此刻的感動。地球到了，接下來的旅程你們自己決定。想留在船上的人，設備齊全，可以長期生存。願意回到新世界重新播種文明的人，願意在新的土地上重新開始的人，請收拾好你們的記憶和牽掛。我們即將轉生，沒有人選擇留在船上，所有人都要回家。這就是我們這個地球最初的歷史，至少在修煉人的前世記憶裡，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而那艘方舟呢？也許它至今仍在太陽系的某個角落裡靜靜漂浮，等待着有一天被後代重新發現。也許它就藏在小行星带的某塊巨石裡面，被億萬年的宇宙塵埃覆蓋，看起來和普通的太空岩石毫無區別。只有當你走近它，用手觸摸那冰冷的金屬表面時，才會隱隱感到一絲來自遠古的溫度。1億年過去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上一個地球的末日場景跟我們現在的世界驚人的相似。兩大陣營的對立，核武器的威脅，環境的嚴重破壞，道德的急速滑落，唯物主義的全面盛行。上一個地球的唯物論者被外星人操控而不自知。那我們呢？近年來關於不明飛行物和外星力量的消息越來越多，美國五角大廈都公開承認了不明飛行物的存在。這些力量是否也在以某種方式影響着我們的世界？你再想想看，上一個地球的石化工業和塑膠產品嚴重破壞了環境。我們這個地球呢？塑膠污染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災難，從馬里亞納海溝的最深處到珠穆朗瑪峰的頂端，到處都能找到塑膠微粒。太平洋上漂浮着一個面積比法國還大的垃圾島，每年超過800萬噸塑膠垃圾流入海洋。這跟修煉人記憶中上一個地球的情景何其相似。上一個地球的唯物論者發展核武器，我們呢？目前全世界的核彈頭總數超過 1.2 萬枚，足以把地球毀滅好幾遍。美國和俄羅斯各自擁有數千枚核彈頭隨時待命，而且核擴散的風險在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家擁有或者試圖擁有核武器。一旦爆發全面核戰爭，人類文明將在幾個小時內灰飛煙滅。上一個地球的人道德崩潰，慾望失控。我們這個時代呢？網絡上充斥着各種道德底線一降再降的內容，金融詐騙、權力腐敗、虛假信息、網絡暴力，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越來越薄，很多人為了利益可以毫無底線地傷害他人。這些現象在100年前甚至5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修煉人記憶中那句宇宙將要正法尤其值得深思。什麼叫正法？按照修煉人的理解，宇宙有其運行的根本法則，當文明偏離了這個法則太遠，就會面臨被淘汰和重建的命運。上一個地球就是因為偏離得太遠而被眾神銷毀。那我們這個地球偏離了多遠？當然，我並不是在散布恐慌，而是想說，如果這個前世記憶中有哪怕一點點真實的成分，那它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一個文明的存亡不取決於它的科技有多先進，而取決於它的人心有多善良。上一個地球的科技比我們先進得多，能造月球，能造飛船，能在太陽系自由航行，可最終還是毀滅了。毀滅的原因不是科技不夠強，而是人心不夠好。
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人類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按照修煉人的說法，生命是輪迴的，靈魂是不滅的，那我們活着不僅僅是為了吃飯賺錢、結婚生子，然後死去。也許生命有更深的意義，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帶着某種使命來到這個世界上，也許那個使命就藏在我們靈魂深處那些模糊的前世記憶裡。關於前世記憶，我知道很多人會質疑1億年前的事怎麼記得，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可如果你去認真研究輪迴轉世的科學文獻，會發現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大量無法用常理解釋的案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精神病学教授伊恩·史蒂文森花了40年時間，走遍全球研究了超過3000個兒童前世記憶的案例。這些孩子通常在2、3歲開始就能描述自己上輩子的生活細節，住在哪裡，做什麼工作，怎麼死的，家人叫什麼名字。史蒂文森教授會帶着這些信息去實地調查，很多時候真的能找到孩子描述的那個地方和那個家庭，有些細節精確到連那個家庭的成員都感到震驚。這不是1、2個案例，而是數千個。著名的回溯治療專家布萊恩·魏斯博士原本是耶魯大學畢業的精神科醫生，完全不相信超自然現象。直到有一天，他在催眠治療中，一位叫凱瑟琳的患者在深度催眠狀態下忽然開始描述自己前世的經歷，而且能說出魏斯博士從未告訴過任何人的家庭私事。這個經歷徹底改變了魏斯博士的世界觀。他後來寫了多本暢銷書，記錄自己的發現，幫助了無數人理解生命的多維性。甚至在中國也有著名的2世人案例。廣西的唐江山3歲時開始講述前世記憶，6歲時帶着父母去前世的村莊認親，認出了前世的家人和鄰居。他的案例曾被多家媒體報道，前世和今生的2個家庭至今仍有往來。印度更是輪迴研究的重鎮，一個叫香緹的女孩從4歲起就一直講她以前的丈夫和以前的兒子，描述的細節後來全部得到了驗證。這個案例吸引了全世界數百位研究者的關注，被稱為也許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輪迴案例。這些案例有一個共同特點，記憶通常在2、3歲時最清晰，隨着年齡增長會逐漸淡化。修煉人的解讀是，每個人都帶着前世的記憶轉生，只是在成長過程中，這些記憶被現實世界的信息覆蓋了。而修煉者因為通過打坐練功淨化了自己的意識，所以能重新喚醒那些深埋在靈魂深處的記憶。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前世記憶來自修煉人而不是普通人。那麼1億年前的記憶呢？有人可能會說，200、300年前的前世還能理解，1億年也太誇張了吧？修煉人的回答是，靈魂是不滅的，輪迴是無限的。在漫長的輪迴中，你可能已經轉生了1000萬次，經歷了無數個時代，大部分記憶都在輪迴中被沖刷掉了，只有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會留下痕跡。而參與造月工程和見證地球毀滅這樣驚天動地的事，自然是生生世世中最刻骨銘心的記憶之一。所以，即便過了1億年，這份記憶依然沒有被完全抹去。不管你信不信輪迴，月球的謎團是真實存在的。它為什麼跟太陽看起來一樣大？為什麼永遠一面朝地球？為什麼像空心金屬球？為什麼有純鐵純鈦？為什麼岩石比地球還古老？為什麼隕石坑深度一致？為什麼有格子狀裂隙？傳統天文學給不出令人滿意的統一解釋，而修煉人的記憶卻把所有謎團串成完整的邏輯鏈。月球是人造的，正面朝地球是為照明，骨架是碳六十結構，外殼是金屬板焊接，內部空心只有核心有動力設備，材料是冶煉的純金屬，保護殼幾公里厚，所以隕石砸不穿，焊縫經1年風化形成格子紋路，每一個異常都找到了對應。這是精心編造的幻想，還是被遺忘的真相？說到這裡，我想起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一句名言：任何足夠先進的科技看起來都跟魔法沒有区別。如果1億年前的人類文明真的先進到了能造月球的程度，那在我们眼中他們的技術確實跟魔法無異。我們現在連重返月球都費盡周折，可他們卻能從零開始建造一顆衛星，這個差距有多大？大概就像一隻螞蟻試圖理解人類建造摩天大樓一樣。而更讓人沉思的是，那麼先進的文明最終還是毀滅了，不是因為科技不夠先進，不是因為天災地禍無法抵擋，而是因為人心壞了。一半人的道德崩潰，
拖垮了整個文明。這就好像一棟大樓，不管外牆多堅固，地基一旦腐蝕，就會整棟倒塌。人心就是文明的地基。那麼我們現在的文明，地基還穩固嗎？最後說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點，如果方舟上的人真的轉生到新地球，帶來了上一期文明的記憶碎片，那我們每個人靈魂深處是不是都沉睡着1億年前的記憶？我們對月亮的向往，對星空的好奇，對飛行的渴望，對遠古文明的痴迷，是不是那些記憶在隱隱作響？為什麼人類在所有古老文明中都對月亮有特殊的情感？中國人寫了多少關於月亮的詩詞？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這首詩感動了千年，可你想過嗎？他思的也許不只是人間的故鄉，也許是1億年前那個已經消失的蔚藍星球。為什麼人類看到月亮會覺得溫暖寧靜？如果月亮只是一塊冰冷的石頭，我們為什麼對它有這麼深的情感？也許因為我們的靈魂記得，月亮是祖先親手創造的最偉大作品。那份驕傲和感動穿越了1億年，在每個月明之夜悄悄觸碰我們心底最深處的某根弦。也許某個深夜，當你仰望明月時，會忽然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那一刻不是你在看月亮，而是月亮在等你想起来。想起1億年前，你也曾站在蔚藍星球上仰望夜空，看着月亮第一次亮起的那道光芒。古人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也許這句詩的含義比我們以為的要深得多。今天的月亮和1億年前的月亮也許真的是同一個月亮，而今天的我們和1億年前那些造月的人也許真的是同一群靈魂，只是歲月太漫長了，漫長到我們忘記了自己曾經有多偉大。但月亮記得，它在天上靜靜地照着，一照就是1億年。它見證了上一個地球的繁華和毀滅，見證了眾神的憤怒和慈悲，見證了方舟的離去和歸來，見證了新地球上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老病死。如果月亮有記憶的話，它一定記得每一個曾經參與建造它的人的面容。也許它一直在等那些人重新想起來的那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你相信這個前世記憶嗎？月亮到底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其實不管你的答案是什麼，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就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人類最珍貴的東西從來不是科技，而是良知和道德。再先進的科技如果失去了善良的心作為根基，只會成為毀滅的工具。上一個地球的悲劇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也許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最需要做的不是去發展更尖端的武器，不是去追求更多的財富，而是停下來問問自己，我們的心還善良嗎？我們對身邊的人還有愛和包容嗎？我們有沒有在不知不覺中被某些看不見的力量操控了思想而不自知？如果每個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份善良，也許我們這個地球就不會重蹈上一個地球的覆轍。也許月亮照住的下一個1亿年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個不會毀滅的故事。